丽丽，我拿到方舟船票了，我们可以一起登船了。亲爱的，你真棒，快把票给我。秦风，我们分手吧。你说什么？丽丽，别开玩笑了，我们快点上船吧，待会儿风就要关舱门了。丽丽，他是谁？我叫陈凯，雅丽的初恋。之前去东瀛国留学，我们暂时分手。现在我回来了。初恋？那我算什么？我为了你拼命工作，积攒积分，才换来这2张方舟船票。你不想跟我在一起，就把票还给我。没有方舟船票，不准过线。我的票被他们骗走了，你没看见吗？少废话，没票就退后。雅丽，你看这舔狗破防了。我看见他就恶心，要不是为了这2张方舟船票，我早就一脚踹开他。不，怎么会这样？我不是被淹死了吗？怎么会？我重生为海洋天灾爆发的1年前，全球地壳运动就是从今天开始，海平面急速上升，8个月后灾变明显，全球被迫进入海洋时代，各国才开始准备。龙国最后只造出2艘方舟，方舟票万人难求。秦风，我被实习公司录取了，是一家东瀛合资的公司，待遇超好啊。赵雅丽、陈凯，上一世你们欠我的，这一世我必100倍奉还。不过现在活下去才是关键，只有国家完全出手，才能应对海洋末日，必须联系国家。喂，你好，领导。1年后全球将进入海洋纪元，为了人类文明延续，我想立刻跟您见一面。是谁？怎么知道这个号码？我是秦风，未来方舟计划的工程师。我知道你左肩曾被毒贩枪伤，喜欢听京剧，有个孙女儿叫林婉秋。你怎么会知道这些？待在原地，我立刻派人去接你。秦风对吧？先说说你的情报。我从1年后重生回来，接下来地壳运动导致陆地下沉，海水淹没大陆，只有少量人进入方舟得以生存。你说的地壳运动何时发生？就从今天开始，前几个月的地震还相对正常着，8个月后东瀛国首先沉没，1年后所有陆地被海洋吞没。什么？今天开始？秦风，你知道欺骗我们是什么后果吗？知道。半个小时后，奥国悉尼市将发生8.8级地震，你们不信可以验证。半个小时后？这不可能！现在最可靠的检测手段也不过能提前几分钟预测到地震波而已。不管怎么样，半个小时后就会有结果。接通太空卫星，锁定奥国区域。什么？奥国悉尼市竟然真的地震了！难道秦风的重生和海洋末世都是真的？秦风，现在说说你的具体计划吧。我的计划是，先造至少1万艘方舟，应对即将到来的海水倒灌，再建500个地下新城。这是我画的全纸图，标红点的地方，未来受灾难影响较小，可以提前在下方建好地下新城。前期储备物资，后期所有人转入地下新城生活。这是关系到我龙国乃至人类文明的大事，宁可信其有，不能信其无。即刻起成立海洋纪元项目部，秦风任项目部长，拥有最高决策权，直接对我和学强负责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怎么可能呢？这是危言谣言呀！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的小子，造谣即将世界末日，偏偏领导们还信了，竟然让我们这些大忙人给他打下手，他这太可笑了呀！一次地震就大惊小怪的，连末世计划都搞出来了，老领导们都集体中邪了吧？
我叫秦风，海洋纪元项目部长。接下来我们部门的3项重点工作，分别是方舟、地下城，还有卫星星链。等一下，我想知道你从哪里听来的谣言的，让我们全国放弃发展，投入100万亿进行末世建设。你知道一旦判断失误的后果吗？1个月后，特沙国地拜市会发生10级地震。哎呀，在这之前，你们可以不相信我，但必须严格落实我接下来安排的任务。这不是商量，而是命令。好，我就等你1个月，看到时候如何收场呢？哼，接下来听我安排。你不是说会有地震吗？现在1个月过去了，地震在哪儿啊？我怀疑你收了境外势力的钱，想搞垮我们国家的经济。现在立即停止所有项目，等候有关部门的调查。别着急，先坐好。还有10分钟。哼，都这时候了，你还想拖延时间？如果10分钟后没有地震，你就是华夏史上第1罪人！什么？竟然真的地震了！怎么会？地拜市真的地震了！时间、地点、震级都分毫不差。秦风竟然真能预测地震，这么说，海洋末世应该也是真的。秦部长，我之前目光短浅，质疑末日的真实性，是我错了。我向您道歉，李主任不必道歉。现在不是纠结对错的时候。3天后，我国台省沿海将发生超强海啸。迪拜才刚地震，这么快又有新的灾难？我们必须立刻组织全省撤离，并向全国公开末世预警。只有上下齐心，才能共同应对末世难关。各位观众，现在插播一条重要通知：经国家核实，3日后台省将发生巨大海啸，此为1年后全球进入海洋末世的预警征兆。海洋末世？不是真的吧？国家不会拿这种事开玩笑，3天后肯定会发生海啸。就算有海啸又怎么样？我们西南面都是山，那是天然的屏障。肯定是有人别有用心，我就算死也不会离开台省。秦部长，人已经撤得差不多了，但仍有部分人不信任我们，强行撤离可能引发冲突。您看，尽力劝，但时间一到，必须封城，不然会害死更多人。看吧，哪有什么海啸，都是骗人的！你们这些胆小鬼！妈呀，快跑啊！不可能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浪？真的是真的末日！之前我还不信，差点留在台上，幸好国家提前把我们撤出来了。大姐，别这样，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谢谢你们，救了我和孩子的命。谢谢国家救了我们，灾难当前，我愿意捐出所有资产，为应对1年后的海洋末世尽一份微薄之力。我也是，全部资产捐给国家。我没钱，但我有力气，只要国家需要，我什么都能干。我是电子专业，我可以免费工作，管吃管住就行。
我是大车司机，我也不用工资。我是医护人员，我也没工资啊！所有人都明白，灾难当前，唯有团结。第7区支护完成，准备下一阶段。终于完成船身主体焊接，这家伙可比我之前焊的航母大多了。第9批星链卫星入轨，当前全球监控覆盖已达18%。国相阁下，能否请您谈谈对龙国近期大规模建设末世设施的看法？全球每年那么多灾难，龙国才经历1场海啸就已经吓得如临大敌。我们东瀛国常年遭遇地震，对他们来说，岂不是早就末世了？是啊，我们每年都生活在末世。龙国也太小题大做了，根本不可能有末世。龙国这么大动作，一定是在偷偷研究新型武器。末世是龙国的阴谋，一旦我们把钱都花在没用的方舟和地下城建造上，我们的经济就完蛋了。如果真有末世，龙国为什么不大量采购国际资源？我们的粮食都已经准备好了，想让我们相信末世，就来买吧！哼，本来想给你们留条活路，是你们自己找死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岂有此理！我们好心分享末世预警，他们不仅不感激，还百般嘲讽。各国立场不同，既然没人相信，我们就管好自己便是。哼，孙老不必生气，他们的嘲讽对我们而言反而是机会。你是说，他们不信末世，自然不会储备资源，我们正好快速收购他们的钢铁、粮食、石油等战略物资，越多越好。对呀，他们不相信末世，资源留给他们也是浪费，不如咱们全部买过来，还能救更多人。就按秦风说的办，即刻启动全球资源收购计划，不计成本，务必在3个月内完成核心物资采购。出价3000亿！他们疯了吗？这批钢材根本不值那么多钱。龙国出的价格已经高出市价2成，这是扰乱市场的行为。发财了，龙国人傻钱多，嘿嘿嘿，真是名不虚传呐！ 30万吨粮食，60万吨钢材，10万吨原油，数量没错。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统领先生，龙国最近在国际上疯狂收购资源，您认为这背后有何目的？目的不过是耍滑头罢了。龙国假装即将末世，其实是想骗我们其他国家跟进，拖垮我们的经济。原来是这样子，就是龙国好歹也是个大国，怎么能这么无耻？龙国以为能骗到我们，却想不到我们将计就计，把资源高价卖给他们，他们现在肯定肠子都悔青了。是地震！快跑啊！是大本杀！是大本杀！怎么可能？这里是内陆啊！难道是这次地震将他们从深海送到了这里？连大陆板块都移动了，这至少是12级的地震。难道龙国说的末世是真的？秦部长，
你又一次准确预测了灾难。之前我还对你心存怀疑，现在想想，真是幼稚。是啊，是啊。若不是您未雨绸缪，未来的我们恐怕也会像相国一样手足无措。是。现在不是感慨的时候，相国的灾难只是预警，更大的危机还在后面。通知各部门，加快方舟和地下新城的建设进度，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青龙91号至100号方舟，本月内可交付使用。307号地下新城物资储备已完成，其中70%是粮食储备，大约能保证1亿人1个月的食用。干得不错，你们辛苦了。5、4、3、2、1，点火！快了，终极地球运动终于要来了。近日，东海连续发生几起海底波动，距离我们成立海洋纪元项目部已经8个月了。你说的终极地壳活动是不是快了？3天后，东海将发生从未有过的灭国际海啸。到时候，不光东瀛国会整个沉没，我国沿海几个省份也会受到剧烈冲击。沿海5省需要尽快组织撤离。老弱幼残可以直接进入方舟，剩下去藏青高原。准备了这么久，该来的终于还是要来了。立即启动沿海撤离预案，部队全程护送，务必确保所有百姓在安全时间内转移。我省即将发生超级海啸，请所有居民按照社区编到指定地点集合撤离。你慢点，小心。谢谢你们了，同志。阿姨不用客气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龙国又在自导自演，以为大规模的末世撤离就能骗我们其他国家跟进，可笑至极。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恐慌行为，我们完全没必要理会。我们静观其变，看看龙国到底在搞什么鬼。龙国这次这么大动作，会不会真的预测到什么了？不可能，地震根本无法提前预测。龙国肯定有什么阴谋。我已经派人去龙国打探消息，想骗我们，门都没有。前方是指挥区域，请出示通行证。我们是东瀛报社记者，跟你们秦部长约好了，这是我们的采访许可单，现在可以让开了吗？一群傻子，还真信末世。请进。您好，您就是秦主任吧？我是东瀛报社的赵雅丽，想采访一下您。秦风，怎么是你？秦风，怎么是你？秦风啊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？你就是秦风？我们是来采访秦部长的。哼，可别告诉我你就是秦部长。青龙方舟一组汇报一下撤离进度。青龙方舟一组收到，青龙1到10号方舟一班车人员撤离任务，总计收容830万余人，随时可应对海啸。秦风，原来你真当领导了。秦风，这几个月一直联系不上你，我很担心，你是不是当了领导就不爱我了？又在装清纯，上辈子的仇还没找你们报，你们反倒自己找上门来了。既然如此，我就和你们好好算算总账。没有的事，只不过我的工作涉及到国家机密，所以……我明白，你肩负着末世这么重要的任务，肯定很辛苦，不跟我说也没关系的。不是，你误会了，其实根本没什么海洋末世，都是编出来的。
目的是拖垮东瀛国和漂亮国的经济，包括这次的大撤离也是一样。莫氏果然是骗人的，这下我要立大功了。秦风这个死舔狗，只要雅丽对他稍微施展美人计，他肯定什么实话都说出来。丽丽，这件事你千万别说出去，万一被别人传出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你放心，我谁都不说。清风，我得回去了，报道的事情你不用担心，我会重新编一个新闻，绝不出卖你。我相信你，绝不出卖。哼，你要是不出卖我，我怎么有机会报仇呢？赵雅丽、陈凯，上辈子你们欠我，这辈子就拿你们的命来还吧。刚才秦风那死舔狗都跟你说什么了？他说末世是假的，这一切都是假的。只要我们把这个消息带回去，国相肯定会重赏我们的。太好了，我要申请加入东瀛国，跟这个下贱的龙国身份彻底告别。海岸线已经封锁，请你们立刻随车队撤离到安全区。什么鬼安全区？根本就没有海洋末世。海上真的要来了，要相信国家。我们马上就是高贵的东瀛人了，就算相信国家，也是相信东瀛国，而不是你们满口谎言的龙国。撤离结束，所有人立即到解放路集合，立即集合。既然是东瀛人，那你们自便吧。我们走。一群愚昧的家伙。陈凯，我们也该回去。这是我最后一次站在这片肮脏的土地上，以后再也不会回来了。10000艘方舟已经彻底建造完成，加造的2000艘预计2个月后完工，500座地下新城也基本完成，卫星星链对蓝星的覆盖率达到92%。海洋纪元项目进程比计划快了接近3个月，看来这次末世我们应该能很好的应对。接下来重点工作是什么？除了还没完工的部分项目，我们还需要大量武装探测艇。你是说末世之后会发生战争？末世之下最危险的是人类自己，为了生存自愈，那些人什么都能干得出来。您说的对，咱们准备了这么久，不是为了给别人做嫁衣，一切就按你说的办。国相阁下，一切都是龙国的阴谋，他们是想靠末世谣言拖垮我们的经济。我这是龙国，不可能一拳打海上。赵小姐和陈凯俊，这次可是为我们东瀛国立了大功了。怎么回事？发生地震了！不是普通的地震，这震感太强烈了！怎么可能？难道真的有末世？也是超级大灾难！我们被秦风那混蛋给骗了！是末日，末日真正来了！快离开这里，坚持住！是国相的直升机，陈凯快点！放手！国相，我们有重要情报，救救我们！重要情报，就是你们带回来的假消息，害得我们东瀛国全没了。国相，现在不是追走的时候，龙国故意误导我们，导致我们东瀛沉没，这笔账必须跟他们算。我们是忍者，可以揭露龙国的用心险恶，联合各国施压，逼龙国拿出赔偿。拉上来！这就是末世吗？东瀛国竟然直接灭国了！幸好我们有秦部长预警，不然沿海几个城藩的百姓肯定也会死伤惨重。上一世，这次海啸就造成了龙国沿海数亿人伤，人力物力损失惨重。这次我要带领全体龙国人以全胜姿态，一起在灾难中活下去。你们好，听说东瀛国遭遇前所未有的巨大海啸，能说说那边现在的情况吗？没了，全都没了。
我看到富士山爆发大地裂开，还想比山还高。我的家人人全死光了，只有我们这一船人逃得出来，都已国灭亡了。是秦风骗我们，他给了我们假消息，龙国必须对东瀛灭国负全责。龙国明知真相，为什么不提醒我们？之前我们不相信，你就不能多说几遍吗？我呼吁召开各国联合会议，一起声讨自身的龙国。大国要有大国的担当，龙国作为全球5大国之一，一点身为大国的觉悟都没有。灾难预警这么重要的情报，不能只在龙国手里。我建议让龙国交出他们的预警方式。没有方舟图纸，没有图纸，我们怎么造方舟？龙国必须无条件交出来。还有一些小国没能力制造方舟，龙国应该拿出5000艘方舟给大家分一分。末世当前，大家应该互相帮助。刚刚东瀛首相在夏威夷岛召开新闻发布会，说我们在末世预警上欺骗了他们，现在各国正在对我们外交施压，逼我国对全世界赔偿。这些强盗，当初我们好心提醒他们，没有一个人相信即将末世。现在末世真的来了，他们造不出方舟，就想来抢我们的。互相帮助，说的好听，他们能帮我们什么？只是单纯的索取罢了。赵雅丽这叛徒，气死我了！不用理会他们，接下来全球各地灾难不断，他们吵得越凶，就会死得越快。第391号地下星城物资储备完成，请求是封存。收到，允许封存。终于找到了，这对雪雕是极寒地带独有的物种，想要抓住它们可不容易。我们已经收录了100多万种生物，可惜时间紧迫。按照现在的进度，末世前至少有300多万种生物会彻底灭绝。尽人事听天命吧，能多保留一种，未来生态重建就多一份希望，也更能促进生物科学的持续进步。秦部长，2万艘小型潜艇已全部建造完毕，其中探测艇16000艘，配备高清声呐和深海采样设备；战斗艇4000艘，搭载鱼雷和小型激光炮，可执行护航和反潜任务。立即组织人员进行试航，确保每一艘潜艇都能正常投入使用。这2艘是额外建造的特级方舟，炎帝号和黄帝号。炎帝号供林老等决策领导们使用，黄帝号是咱们海洋纪元项目部专属。上星期刚刚完工，正在各方面调试阶段。秦部长是这方面的专家，要不一起上去检验一下，给我们提点改进意见？走，一起上去看看。黄帝号和炎帝号方舟均采用最先进的复合装甲搭配，内部配备全球最先进的指挥系统、全息通讯设备和独立能源核心，续航无限。武器方面呢？武器装配有108枚携带和平弹头的鱼雷，另外还有最强电子干扰系统，以及200艘小型战斗护卫艇。这么强的配备，都可以毁灭末世前一个普通国家了。秦部长，各方舟组长正在申请视频连接。接通。报告，青龙组2500艘方舟，其中200艘已完成百姓安置，备用2300艘随时待命。白虎组180艘方舟已完成安置工作，剩余23200艘随时待命。玄武组190艘方舟已完成安置工作，剩余2310艘随时待命。朱雀组220艘方舟已完成安置工作，剩余2280艘随时待命。12组5组240艘作战方舟已全部到位，随时待命。做得不错，继续警戒。报告，秦部长，我们一组生态科学家在澳国执行生物资源采集任务时，被澳方以偷猎名义扣留了。什么？我们早就跟澳方签订了生物资源购买协议，他们这是耍赖！报告，澳国统领请求视频。接通。你的人在我们这里偷猎，作为赔偿，拿2艘方舟给我们不过分吧？统领先生，你们这是要撕毁合同吗？末世里的资源怎么能跟和平时期相比呢？秦部长，你说对吗？我们的人在哪儿？我要跟他们通话。可以，把人带上来。澳国这些混蛋！秦部长，你看到了，你的人都很安全，只要你们的方舟送过来，我立马放人。秦部长，龙国士兵宁死不降，不必管我们。
傲国想要我们的命，威胁我们的国家。弟兄们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为国捐躯，死而无憾。会拦住他们！你们这些龙国士兵都是疯子吗？死不投降就算了，为什么宁可自杀也不结成俘虏？同胞们，别放弃！方舟是身外之物，你们才是龙国最宝贵的财富。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国家都会把你们安全带回来。2艘方舟是吗？我们可以给，但你必须保证我所有同胞的安全，否则不需要等到末世，我龙国就先灭了你们。妈的，你们装什么装？马上就末世了，大家保命都困难，你还能咬我不成？呵呵，没问题。但如果7天内我看不到方舟，就别怪我不讲情面了。邢部长，真的要给他们2艘方舟？不给怎么办？那些科学家和士兵都是国家的栋梁，他们的安全更重要。我们虽然有1万多艘方舟，但如果给了傲国，其他国家也学着把我们的人扣下来要挟，到时候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在全球多个地区都有生物采集和资源勘探团队，要是他们都被挟持，我们的方舟根本不够分。霆锋，刚才的视频通话我都看到了，我能理解你的心情，但慈不掌兵，有时候我们必须做出牺牲。道理我都明白，但只是单纯灭掉傲国，恐怕根本震慑不了漂亮国那些野心勃勃的国家。说说你的想法。7天之后，南极冰川就会全面融化，引发的超级海啸会彻底吞没傲国。我想在给澳方的2艘方舟里加装远程自毁程序，等我们的人安全之后再摧毁方舟，让傲国人死在天灾之下，自然会打消对我们的觊觎。这样一来，其他国家明白，就算抢走我们的方舟，也活不下去。好，这个办法好，用2艘方舟换我们的人性命，再让其他国家彻底打消抢我们方舟的心思，一举两得。还是你考虑的周全，就按你说的办吧。立即安排人手，给2艘备用的青龙级方舟加装自毁程序。是，明天之前去傲国换人。方舟已送到，立即把我们的人放了。放心，你的人都好好的。夫人，秦部长，感谢国家没有放弃我们，只可惜我们收集的珍稀生物样本全被傲国人收走了。秦部长，我们没能完成保护任务，还被敌人挟持，给国家丢脸了。你们都是英雄，能活着回来就是最大的胜利。记住，只有活着才能为国家和人民多做事。南极冰川崩塌速度加快，引发超巨型海啸。队长，预计半小时内抵达我们所在区域。关闭舱门，立即返航。难以置信，我们真的做到了！这材质太有质感了，龙国的做工真的没得说。有了这2艘方舟，我们就能应对末世了。龙国这群胆小鬼跑得倒是挺快，早知道这么容易就能拿到方舟，当初就该多要几艘。统领阁下，不好了！20分钟前，南极冰川突然大面积坍塌，引发的超级海啸已经快抵达我们所在区域。来得好，正好让大家体验一下末世的刺激。有了龙国的方舟，我们根本无惧任何灾难。让海啸来得更猛烈些吧！我们正好可以试试龙国方舟的各种现象。什么？龙国这群混蛋，竟然在方舟里安装了自毁程序！快关闭它！快把自毁程序关掉！无法解除自毁程序。该死的，我们被龙国骗了！龙国为什么宁可自毁方舟，都不肯给我们？我们才只有2艘，难道多吗？因为龙国从不接受任何威胁。当你用我们的科学家和士兵生命威胁我们时，就已经注定了今日的结局。我知道错了，求求你关掉自毁程序，以后龙傲关系永远友好，我们将是最坚定的盟友。你不是知道错了，
只是知道自己要死了。龙国不需要你们这样，准备跟这个世界告别了。龙国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。3、2、1。什么？自毁程序？龙国竟然在方舟里装了自毁程序？龙国也太狠了！就算我们抢到方舟，他们也可以远程销毁，根本没用。龙国这是在杀鸡儆猴，告诉我们所有人不要打他们的主意。看来想活命，还是得靠自己造方舟。林老孙也是刚刚收到消息，漂亮国、日不落联盟等已经取消了招捕我国生态科学家的命令，开始全力推进他们的方舟计划。还是秦风想的周到，用2艘方舟既救回了我们的同胞，又震慑了所有小小植被，这笔买卖太值了。秦风这孩子聪明稳重，果断又魄力。我们后继有人呐。老林，你这是……我们老了，等这次末世过后，我准备召集全体会议，未来终究应该是他们年轻人的。傲国这群白眼狼就该这么收拾。和平时期，他们就跟着漂亮国处处针对我们，留到末世，迟早是隐患。傲国的事告一段落，更大的危机还在后面。一个月后，喜马拉雅会彻底崩塌。我国除藏青高原外，都将被淹没。必须加快物资储备、部队转移和百姓安置。大家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前方畅通，2小时后抵达藏青高原中转站。送完这趟就可以进方舟歇口气了。不就是方舟吗？龙国能做到，我们也能。所有人进入方舟，准备下水。终于建造完成了，可惜只来得及造8艘，除了军队以外，其他人一张船票1000万，大家商量下如何分配吧。龙国只是提前知道了末世的消息，论建造能力，我们相国一点也不输他们，统领英明，有了这4艘方舟，足以保证我国100万精英的生存。立刻下水，展示实力！废物！这就是你们造的方舟！把工程师全抓起来，给我全部枪毙！不关我们的事啊！之前没人相信末世，建造方舟的材料都被龙国买走了，我们也没办法。又是该死的龙国，必须让他们付出代价！相国还是一如既往的发挥稳定，从来不让我们失望。急功近利，缺乏核心技术，普通战舰都造不好，更何况方舟这种国之重器。距离喜马拉雅崩塌只剩5天，接下来停止所有其他工作，做好方舟内的百姓安置。杨战，到！相国造不出方舟，很可能狗急跳墙来骚扰我们，做好战斗准备。敢来就叫他们有来无回。是。终于登场了，是。各位市民，请按社区分配编号有序登舟，切勿拥挤。士兵与医护人员将全程协助。终于能上方舟了，早就想看看这海上城市里面是什么样的。距离1年之期越来越近，看来海洋末世真的要来了。别国才刚开始造，咱们都1万多艘了。国家从开始就没想过抛弃我们任何的一个人。生在龙国是我最大的幸运。慢点，小心点，别乱跑啊！各组汇报进度。报告，除藏青高原上的预留方舟外，11000艘方舟已完成人员装载，设备正常，随时可起航。报告，部队已在高原完成集结，3道防线部署完毕，可随时应敌。地下新城核心物资已转移完毕，粮食、药品、能源等均存入高原储备库及方舟仓库。卫星显示，相国境内大规模军事调动，战机坦克正向边境集结。不止相国，其他周边几个国家也有动作，他们要联合攻击我们。果然狗急跳墙了，可惜早了1小时，不然这场灾难正好替我们解决他们。准备战斗，把敌人拒之国门外。是。
秦风，你们已被我7国联军包围了，立即撤掉自毁系统，给我们每个国家100艘方舟，否则我们活不了，你们也别想活。你们有那么多方舟，再拿出700艘，没什么好犹豫的吧？大家都是邻居，本就该互帮互助，乖乖交出方舟，对我们都有好处。我们好好跟你商量，也不是太君。真打起来，你们的损失只会更多。别废话了，想要方舟是吧？那就自己来拿。龙国也不是太君，你们真以为知道防线就能挡住我们7国联军？别废话了，龙国今日大规模转移百姓，灾难可能马上就到。我们必须尽快动手，抢在之前拿到方舟。我们7国联手还打不过一个龙国，该去完了。给你机会不要，我们就自己拿，传令下去，全线总攻。自己拿，也不掂掂自己几斤几两。真以为我们龙国是你捏的？要不是之前碍于国际舆论，早就想揍他们了。老战，命令空军先下手为强，重点打击敌军空中部队，地面部队不用管。1个小时后，灾难会替我们解决。是，各空军编队立即升空，锁定7国联军空中目标，自由开火，最短时间夺取制空权。发现目标，请求开火。准许开火，给我狠狠的打！见鬼！这是从哪里来的攻击？我们的雷达根本没有反应，连对方在哪儿都没发现。慢住！我们人多，只要冲到前面，石怀义也能干死龙国。这就是龙国的7代机吗？战机性能竟然比我们还强！幸好没有跟7国一起行动，否则被击溃的就是我们。龙国空军再强又怎么样？马上就是海洋模式，到时候空军全部报废，只有海军才是决定性战力。见鬼！龙国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了？所有战机撤退，快撤退！太好了，我们赢了！7国战机逃走了。我龙国境内岂是你们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的？所有战机听令，全歼敌人，一个不留。林部长，7国空中部队已全部歼灭，地面部队进入我国境内，正在快速靠近我国边境的几个方舟基地，是否攻击？不用，还有1分钟，喜马拉雅就将崩塌。这些人已经一只脚踩进棺材，没必要浪费咱们的弹药。该死的龙国，你们空中部队确实厉害，现在被我们7国地面部队进入边境，你们又该如何应对？我们的蒙古骑兵曾杀入龙国的土地，今天历史会再次重现。空战输了又怎样？这么轻易就被我们进入圈内？龙国的地面防御不过如此。所有人听着，立刻破开舱门，抢下方舟。只要绑架方舟上的龙国百姓，他们就不敢启动自毁程序。发生了什么？怎么突然地震了？前队，世界末日来了！快来，帮我们解决！求求你们，我不想死了！统领阁下，喜马拉雅崩塌了，整个亚洲都在地震，我们国家已经有1半领土被海水淹没，海洋模式真的来了！什么？喜马拉雅崩塌？这么大的灾难，龙国竟然不提前通知我们！不，我不想死！谁来救我？我不想死！我们是内陆，为什么会出现海啸？真的是世界末日！为什么我们没得到消息？为什么？龙国人早有预言，原来末世都是真的。
世界末日真的来了！全球性的地壳运动，出了方舟，根本无处可逃。欧洲大陆也有3/4陷落。而且这次强震造成了各大陆板块异动，未来7天可能还会有更大的灾难。统领阁下，经过计算，9天后欧亚板块将与美洲板块相撞，届时最后陆地可能也将沉没，全球彻底进入海洋纪元。通知所有方舟做好深海航行准备，同时密切关注其他国家动态，尤其是龙国的动作，要随时跟我汇报。这可怎么办？是吗？太可怕了！这就是末世吗？整个亚欧大陆90%陆地沉没，幸好国家早有准备，不然我们也难逃一劫呀！到底是谁预测到这场末世的？是他救了所有人。别跑！是我们海洋纪元项目部的秦风部长，他从1年前就预言末世，推动建造方舟和地下新厂，我们才能安然无恙。原来是秦部长，难怪年纪轻轻就担此重任，多亏了他。唉，不然上次东瀛灭国时，我们就没命了。我们龙国有秦部长，真是太幸运了。是啊，是啊，谢谢秦部长救了我们。是啊，谢谢秦部长救了我们。有一块大陆陷落了，末世太可怕了。现在回想起来，1年前我竟然质疑秦部长，幸好秦部长信念坚定，否则我就是华夏的罪人了。过去的事就别提了，这1年来大家都很辛苦，不过眼下还得站好最后一班岗。根据我国 AI 超脑预测显示，再过8天16小时，欧亚与美洲板块将相撞。这8天我们要严阵以待，其他国家很可能在陆地沦陷前一刻对我们发动全面和平攻击。为什么？都已经末世了，发动大战对谁都没有好处啊！哼，还能为什么？我们方舟最多，物资最足，一旦进入海洋纪元，他们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。他们之前当老大习惯了，怕末世之后被我们赶超，肯定会有所动作。而且他们的和平弹根本带不进方舟，与其白白报废，不如最后一颗发射出来，或许还能发挥点作用。上一世就曾发生过和平弹大战，这次龙国一枝独秀，各国很可能联合起来对付我们。那可是1万多枚和平弹，再强的拦截系统也会有遗漏。等等，谁说一定要拦截和平弹？我们可以打他们的卫星啊！杨战，到！我们有没有什么手段可以把漂亮国的 GSP 卫星打下来？对呀，只要没了 GSP 导航，和平弹就是瞎子，危机不就解除了？哼，还是秦部长聪明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我们的激光武器可以直接摧毁漂亮国卫星，不过只能攻击到我国上方的部分。那就够了，立即启动激光武器，把我们头顶的 GSP 卫星全给我打下来！是。怎么回事？龙国上空的 GSP 卫星怎么全断了？统领阁下，是龙国，他们发射激光武器，摧毁了我们位于东半球的所有 GSP 卫星。可恶啊！又是龙国，我们还没动手，你们这是在宣战！混蛋！
没了 GSP， 和平弹就成了无头苍蝇，根本无法精准打击龙国。统领阁下，东瀛国相求见。国相，东瀛都灭国了，不见。统领大人，我有办法毁灭龙国。你们要是真有办法，也不会被龙国骗到灭国了。算了，先说说你们的办法吧。统领阁下，龙国虽强，却有致命软肋，他们在乎每一位同胞的性命。漂亮国境内有大批龙国侨民，其中不少是精英人才，我们可以把他们发展成间谍，等他们回到龙国，在方舟内站稳脚跟，到时候里应外合，还怕搞不定龙国？秦部长，漂亮国那边有一批侨民请求回国，其中几位科学家在尖端领域颇有建树。什么侨民？不过是些趋炎附势的汉奸。和平时期帮外人搞研究，末世了才想起祖国。墙头草虽可恨，但末世正是用人之际，或许可以利用他们的技术。大家的意见呢？我赞同林姐，科研不分国界，何况他们本是龙国人，可以给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。就怕人家自己都没当自己是龙国人，说不定回国是假，当间谍才是真的。好了，既然多数人赞同把人接回来，那就准备行动。不过这些人回国后必须严格监控，涉及到核心保密区域，绝不能让他们接触。距离板块撞击只剩5天，来回已经来不及了，我们只能派方舟去洛杉矶接人。准了。龙国的末世戏码演了快1年，也就亚洲和澳洲发生过灾难，咱们漂亮国风平浪静，末世还真有人信呀！也就这些黄种人会被骗，我们漂亮国才是最安全的。傻子才愿意回龙国，漂亮国的空气这么香甜，我就算死也要死在这里。真的来了！原来歪网上传的都是真的，只有我们妹妹还在国里。国家认为我们是累赘，故意对我们隐瞒了末世的消息。只有龙国愿意保护他们的每一位公民。上帝，为什么让我生在漂亮国？下辈子我要当龙国人。为什么？明明漂亮国才是最自由的。我错了，我要回龙国。为什么隐瞒末世消息？让统领出来给我们答案。我们都是纳税人，我们也有权登场。再靠近就开枪了！一群累赘，3亿人怎么可能都救下？造方舟难道不花钱吗？末世生存不需要资源吗？一张船票才1000万而已，连这点钱都拿不出来的人，根本不配活着。统领阁下，这些人都死得好啊！龙国百姓最讲同胞情，我们把刚才那些亚裔的死归咎于龙国的见死不救，肯定能引起不少圣母的同情心。我安排了黑客，随时可以黑进龙国方舟的媒体系统。只要龙国方舟内乱，我们的间谍就有机会上位了。还是你们龙国人懂龙国人，就按你们说的办。我老公也是龙国人，为什么不救他？就因为我们是打工人，对你们没有用，对吗？你们说不放弃任何一个同胞，
全是谎言！是你们害死了我爱人，你们龙国人都该死！各位父老乡亲们，我们龙国明明有万艘方舟，却对海外的同胞见死不救。今天他们能轻易放弃我们海外的同胞，怎么这样？明天就可以轻易放弃我们。有道理。对我们也太不公平了。是啊。我们早就发过漠视预警，他们自己不信，现在倒怪起国家了。在国外宣誓效忠的时候，怎么不想着自己是龙国人？这女的怕不是收了漂亮国好处，故意挑拨离间。话不能这么说，龙国作为大国，就该有大国担当。我们的方舟做到要装动物了，分体搜给其他国家怎么了？都是蓝星人，漠视面前要有格局，不能只顾着自己。说的对，为什么秦松？要不你下去啊？秦部长，我们的媒体系统遭到黑客入侵，对方正在循环播放伪造视频，煽动百姓情绪。我看到了。叔叔阿姨们，兄弟姐妹们，希望大家能团结起来，让我们的政府明白群众的力量，逼迫他们开放方舟，救出每一位同胞。这个叛徒竟然帮着外人煽风点火！我这就安排人手，切断对方的攻击。不急，14亿群众里肯定有不少恨国贼，正好借这个机会，把这些藏在暗处的老鼠都揪出来。他们都差点在黑洞上传，跟方舟组出一联，立刻启动智能识别系统，把所有支持开放方舟和谴责龙国的人标记出来。青龙一组收到，玄武3组收到，火星组收到，朱雀12组收到。冷战到，立即带人做好抓捕准备，动作要干脆。是。秦部长，这样是不是有点太武断了？这些人里不一定都是间谍，也许有些人只是被蛊惑了，一时没想通。我明白，但你要知道，有时候圣母婊和脑残比间谍的危害更可怕。你们凭什么抓我？我也是龙国人。我们是被你们从国外请回来的，你们就这样对我们？让秦风出来，给我们一个说法。你们做了什么，自己清楚。不是长着龙国面孔，就是我的同胞。汉奸比敌人更该死。你说谁是汉奸？你有证据吧？我们只是不希望同胞惨死，这有错吗？就算我们说错了又怎样？我们有言论自由，你难道一辈子就没犯过错吗？不管你们是不是汉奸，你们的行为已经在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。漠视之下，重要的是团结一心。既然你们这么喜欢自由，就自己下船去找生机吧。把他们带下去！你们要干什么？我们只是想让国家救助更多人，难道这也有错吗？你们这是独裁，不允许不同声音存在，怪不得比不上漂亮国。秦风，我们看错你了！别乱动！你就是个暴君，龙国一定会毁在你手里！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我们去帮漂亮国效力，早晚让你们后悔。你们不过是提前准备了而已，有什么好得意的？不接受别人的好意，早晚会被其他国家反超。这种连说话自由都没有的国家，就算再强大，我们也不稀罕。我这就联系漂亮国。总有一天，我要让龙国跪下来求我们。等一下，别关门！我们知道错了，我们知道错了。不要放弃我们，我们也是龙国人。
清风，你就这点度量吗？我们不过就是替乔明说了几句话，你就眼睁睁看着我们去死吗？求你们开门！我不说话了还不行吗？活该！秦部长和国家拼尽全力救我们，这些人却胳膊肘往外拐，死不足惜。在他们眼里，漂亮国什么都好，可人家根本没把他们当人看。只有龙国才会把我们普通人的命当回事，能生在华夏，真是天大的幸运。皇帝号，开足马力，前往太平洋预定坐标，与其他方舟会合。是，收到。炎帝号请求连线，领老邀请皇帝号秦部长参加高层决策会议。秦风，你们情况怎么样啊？怎么样？一切顺利，所有方舟均已安全入水，无人员伤亡。现在全球进入海洋模式，旧的管理体系已经失效。海洋纪元项目最懂模式生存，所以我提议由海洋纪元项目部长秦风担任末日战备总司令职位，带领大家在末世中活下去。我同意。等等，我末日战备总司令，我只是占了重生的便宜，对末世后的生存规划完全没头绪啊！领老，各位，我只懂应对末世，其他的什么都不懂。这个末日战备总司令，我恐怕不能胜任。秦风，虽然你年龄不大，但你凭借精准预判和高效统筹，带领龙国在末世中站稳脚跟。你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你的能力。是啊，秦风，你的能力和对龙国的贡献，我们所有人有目共睹。要不然，大家也不会一致通过对你的任命。秦风，你就放心大胆的干吧，我们支持你。你的能力我们都看在眼里，无需妄自菲薄。我等愿听从秦总司令调遣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愿听从秦总司令调遣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好，既然大家这么信任我，我秦风必竭尽所能，带领所有人在这海洋纪元中活下去。4神兽号方舟即刻前往太平洋中部安全海域休整，同步核查地下星辰物资损耗。12组5号分2组行动，一组留守防护，一组外出勘探地形与资源。收到。已同步传达至各舰队。探测艇已全面展开搜索，实时传输海洋数据。报告，我们的2艘探测艇遭遇未知巨型生物袭击，其中一艘失联，另一艘现场视频已上传。放大画面，调取生物特征库比对。这是巨齿鲨，传说中的史前生物，居然真的存在。通知附近战斗艇立即支援，务必保障探测艇人员安全。0299号探测艇舱体破损，请求紧急支援。杨战，立即调度附近4艘战斗潜水艇，携带鱼雷，全速支援。通知所有探测艇，立刻分组编队。战斗艇在外围护航，互相呼应，不得单独行动。收到，机动一组，
立即支援！这体型，这结构，真的是史前巨齿鲨。传说中已经灭绝的顶级掠食者。我们人类对海洋的认知有限，200米以上海域的物种了解不足70%，200米以下更是不到15%。这头巨齿鲨的出现，对研究末世海洋生态演变至关重要。请求将巨齿鲨遗体回收，我们需要进行全面研究。杨战，让他们注意安全，优先保障人员和设备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，把巨齿鲨的尸体带回来。是。战斗艇还有多久到？2299号严重失压，我们快撑不住了！探测艇船员注意，危险已解除，我们立即实施救援。多亏了支援及时，差点成了鲨鱼的点心。你们先带上巨齿鲨尸体回去。103号，跟我一起深入搜救2300探测艇。秦总司令，2300号找到了，他们坠入了一处6000米的海沟里面。传回的数据显示，这片海域有强烈的能量反应。锁定能量源位置。你说是什么矿脉？辐射毒素堪比和平原料。这很可能是一种全新的能源，而且蕴含的能量应该远超煤炭和石油。命令附近编队改变航线，靠近矿脉区域侦查。如果有机会，尽可能开采一些矿源回来。太神奇了！秦总司令，孙老，这是水晶的能量密度是核动力的3倍，而且稳定性极强，是极乐强。放大分子结构，检测能量输出模式。不，必须在3中的安息。能量输出稳定，无泄漏迹象。什么？能量密度这么强的能源，还可以输出这么稳定？这简直就是自然形成的核能反应堆。堪比核能量黑子水晶，开采过程却这么稳定，或许可以通过这种矿物的研究，突破可控核聚变技术。怎么回事？矿脉深处检测到巨型生物反应，能量波动与黑子水晶几乎雷同。是哥斯拉，传说中的史前巨兽。能量跟黑子水晶相同，难道这些水晶是哥斯拉的食物？所有采矿艇立即撤离！左5号方舟发射核子鱼雷，先试试它的成色。收到。不好，哥斯拉在吸收鱼雷的辐射，和平武器对它无效。留下5艘方舟交叉掩护，用激光主炮攻击。其他方舟立即掉头，全速离开。祝融6组留下掩护，其他组护送皇帝号撤离。收到。收到。我的天！哥斯拉口中的能量密度超过1亿吨 TNT 当量，而且还在暴涨。什么？1亿吨？人类最强的和平弹威力才5000万吨当量，已经2亿吨了。我们的方舟根本承受不了这样一击。该死，蓝星上怎么会有这么恐怖的生物？
又是一头巨兽。他好像跟哥斯拉有仇，之前一直藏在地底，埋伏哥斯拉。好机会！祝融6组听令，立即停止攻击，全速撤离。这次是我的失误，没想到深海里真有哥斯拉这种生物。秦总司令，这不是你的问题，不是亲眼所见，谁能想到哥斯拉是真实存在的？是啊，连核子鱼雷都伤不到哥斯拉，我们能安全撤离出来，就已经很幸运了。哥斯拉的出现给我们提了个醒，我们人类恐怕不是这个星球上最强大的，当务之急必须开发出更强大的武器。秦风，我们在一处巨型章鱼巢穴里发现了一节300米长的断裂触须。刚才的那条章鱼怪只有7条触须，之前被哥斯拉弄断了1条，所以他才去埋伏哥斯拉。经过我们的研究发现，这触须能释放一种特殊能量磁场，可以控制金属自由变形。深海里到底都是些什么怪物？竟然还有这种能力！难怪之前章鱼怪身上覆盖着钢甲。如果我们能研发出类似的科技，就能把方舟改造成可以物理攻击的人形机甲，专门对付哥斯拉这类不怕能量攻击的怪兽。触须的变形能力源于其吸盘释放的特殊电磁脉冲，能改变金属内部原子排列。变形需要消耗大量能量，但搭配黑紫水晶矿作为能源核心，理论上甚至可以将方舟改造为100米级机甲。变形一艘方舟需要多少黑紫水晶矿？至少需要100吨才能支撑一次完整变形和后续战斗消耗。目前我们的储备只有200多吨，就用这200吨黑紫水晶矿做实验，抽调2艘12组5号方舟，立即送往火星号对接改造。能量注入完毕，变形程序启动。成功了，真的成功了！太酷了，简直就是现实版的变形金刚！有了方舟机甲，我们至少应该有跟哥斯拉一战的可能。祝融005号方舟更名为祝融机甲，共工003号更名为共工机甲。杨战到，立即安排机组人员熟悉祝融机甲和共工机甲操作方式。是。想要足够多的黑紫水晶矿改造方舟机甲，必须除掉哥斯拉。成与不成，就看这2台机甲的了。报告，祝融机甲与共工机甲熟悉完毕，已经准备好完成击杀哥斯拉任务。出发。祝融机甲注意走位，共工机甲先控住哥斯拉。共工机甲小心，注意躲避吐息。公公号丢失左臂，平衡器受损，基本失去战斗力。别急，还有机会。祝融机甲准备，目标哥斯拉的颈部，最大功率攻击。祝融机甲收到。太强了！我们的机甲战胜了哥斯拉。公公号受损部件已标记，立即返回维修舱修复。秦风，哥斯拉的尸体一定要完整回收。他的辐射突袭技术对我们升级武器至关重要。放心，我已经安排好了。除掉了哥斯拉，我们就可以安全开采黑紫水晶矿了。通知采矿编队，即刻返回矿脉作业。祝融机甲和其他组5号方舟在旁戒备，
小心那条章鱼怪。没想到海洋末世爆发后，海底竟然出现了这种堪比核能的矿源。龙国，你们给我等着！等我们研究清楚这些能量，第一个就去灭了你们！灭了！那是什么？怎么可能？他刚才一口吞掉了一艘方舟。这个好像神话传说中的利维坦巨兽。海洋末世后，就连怪兽都出现了。该死的，别管它是什么了，快退！立即离开这里！这是空间吞噬。这头利维坦巨兽能扭曲空间，把猎物直接拉入异次元。还有空间能力，我们根本不可能逃得了。统领阁下，我有办法。龙国方舟聚集地就在太平洋，那里有上万艘方舟，我们可以把怪兽引过去，让这头怪兽跟龙国厮杀。不管哪边赢，对我们都有好处。所有方舟，目标太平洋，全速前进。目前我们已经采集2300吨黑子水晶，其中1000吨引用于10艘12组5号机甲改造。现在12组5机甲编队已全员成型。基于哥斯拉研究的离子吐息炮也已完工，但后坐力极大，12组5机甲承受不住，只有更大的炎帝号和黄帝号能适配。炎帝号里都是老领导，经不起战斗带来的震动，就用黄帝号改造吧。太帅了！不愧是皇帝号，高200米的机甲，哥斯拉在我们面前就是弟弟。1000吨黑子水晶矿作为动力核心，机动性比预期高了30%，远超其他组5号机甲。只有这种级别的能源，才能支撑离子吐息炮的连续释放。普通组5号开一炮就会能源耗尽。全员各就各位，准备测试离子吐息炮威力。左臂离子吐息炮充能，目标前方50公里处海底山脉。离子吐息炮充能完毕，发射！刚才的能量波动是怎么回事？竟然有10亿吨的 TNT 当量，我们的大1万才5000万吨。是太平洋龙国所在海域，他们疯了吗？造着这种威力的武器，难道想毁灭世界？混蛋！龙国又变强了。不过在利维坦巨兽的空间吞噬面前，再强的武器也是死路一条。数值出来了，刚才那一发离子吐息炮爆发出10亿吨 TNT 当量的能量，相当于72000枚小男孩的威力。72000枚，这一炮下去，别说东瀛国，任何一个国家都能直接被夷为平地。可惜呀，现在是海洋末世，不然真想用这炮给那些曾经嘲讽我们的国家一点颜色看看。凡事有得有失，如果没有末世，我们也发现不了黑子水晶矿，更不会遇到哥斯拉和章鱼怪这些史前生物。说到史前生物，哥斯拉、章鱼怪都出现了，你们说，咱们龙国传说中的龙，会不会也是真实存在的？这谁也说不准，我们对深海的探索太少，如果哪天真遇到龙，也不奇怪。齐总司令，千里之外发现异常信号和能量磁场，2艘漂亮国方舟正高速朝我方接近。后方能量磁场疑似是某种不明生物。不明生物？什么来头？能量强度检测完毕。这头生物的能量波动和哥斯拉处于同一级别，外形有点像传说中的利维坦巨兽。又是一头哥斯拉级别的怪兽。漂亮国方舟故意把他带来我们这边，是想利用我们来对付他。送上门来的史前巨兽，正好给我们的科研团队提供新的研究素材。
离子吐息炮还在冷却中，我们要不要先撤退？不能退，我们身后还有1万艘4神兽号，普通组5号方舟未必能拦住怪兽。迎战！到！命令12组无机甲全员备战，先拦下漂亮国方舟，利用他们来试试这头新怪兽的实力。是。就剩下我们了，快点，给我再快点！亚丽，我们会不会死在这里？不会，前面就是龙国方舟营地，冲过去我们就安全了。统领，前方发现龙国方舟，一共13艘，其中有他们的皇帝号。皇帝号，秦风也在这里。太好了，秦风这个该死的家伙，让利维坦巨兽吞了他们！胜利就在眼前，全速给我冲过去！方圆100里之外发现其他能量波动，漂亮国又损失1艘方舟，剩下最后1艘和怪兽，现已进入我方30海里范围。这奇特的能量应该是怪兽的攻击，能这么轻易就干掉1艘漂亮国的方舟，看来这头怪兽也不简单。12组无机甲出动，把漂亮国方舟拦远一些，不要主动攻击怪兽。地将机甲收到，光芒机甲收到，速溶机甲收到，共工机甲收到，后土机甲收到，玄冥机甲收到，天无机甲收到，西兹机甲收到，肉兽机甲收到，能量机甲收到，楚九营机甲收到，舍比师机甲收到。这是什么鬼东西？龙国的方舟啊！统领阁下，信号显示，这些机甲就是龙国的12组5号。哦，后面那艘最大的红底金纹机甲，就是秦风的皇帝号。红底金纹，真的是皇帝号！秦风竟然把方舟改造成了机甲！秦风，你到底藏了多少秘密？此处海域已被龙国正式占领，无关方舟立即撤离。重复一遍，立即离开我方领海。龙国，你们不要欺人太甚！太平洋是公海，什么时候成了你们的领海？现在是海洋纪元，已无公海之说，所有领海谁占领归谁。太平洋海域已被我国占领，请你们立即停止入侵行为。放屁！你什么身份？让秦风出来接我。我是龙国末日战备总司令，原太平洋海域现已更名为龙国海域，限你们3分钟内撤离，否则后果自负。他现在怎么这么厉害了？这个死舔狗，龙国没人了吗？怎么会轮到他当总司令？统领阁下，不好了！利维坦巨兽距离我们只剩3海里，即将进入吞噬范围。混蛋！快点想办法让龙国让开！雅丽，快用你们以前的感情求求秦风，让他放我们过去。秦风，之前是我不好，工作太忙忽略了你。其实我一直都是爱你的。求你让我们进入龙国营地避一避，别再任性了，好不好？你说完了吗？秦风，我再重复一遍，你们前方是龙国领海，若敢再进一步，我方将坚决发动攻击。12组无机甲听令，严守防线，若漂亮国方舟越界，无需请示，直接击沉。秦风，你真的这么绝情吗？我还爱你啊！可恶，秦风他怎么敢的？亚丽都已经低声下气求他了，这死舔狗凭什么不答应帮我们？闭嘴！你们2个废物！早知道就不该把你们带上方舟。我看秦风就是因为你们才不肯放我们过去。来人，把这2个没用的东西丢下方舟！不好了，利维坦巨兽开始吞噬了！怎么会？前面就是龙国机甲，他为什么只盯着我们？完了，我们死定了！该死的秦风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
张了！漂亮过的方舟竟然被一口吞下去了！不对劲儿，就算这巨兽体型和方舟相当，也不可能吞下同等大小的物体。你们说，他会不会拥有空间能力？就像传说中能吞噬天地的凶兽，嘴里连接着异次元空间。有这个可能。哥斯拉能释放辐射吐息，深海之处能控制金属变形。这只巨兽拥有空间能力，也合情合理。那现在怎么办？还要攻击吗？当然要打。他刚吞下一艘方舟，能量和行动大概率会受影响。现在正是绝佳时机，如果等它消化完，我们面对的就是一头毫无顾忌的巅峰巨兽。秦风，这只巨兽的研究价值无可估量，如果有机会，请一定把它尸体带回来，这对我们应对后续末世危机至关重要。要带回尸体吗？这样就不能用离子吐息炮了，否则威力太大，巨兽的尸体肯定无法完整保留。我明白，我会尽力。12组无机甲，随我一起杀巨兽！12组5号全力牵制，给我创造攻击机会！不好，空间吞噬的吸力太强，这怪兽要同时吞噬掉12组无机甲。12组5号，立即撤退！祝融号也无法撤退，我将用身体挡住吞噬，请战友们把握机会。祝融号，坚持住！是否启动离子吐息炮？来不及了，祝融机甲用生命为我们争取了几秒，不能让他白白牺牲，直接冲上去！给我去死！祝融号指挥舱还在，只要人没事就好。这只巨兽的空间能力太强悍了，竟然能同时牵制12台机甲，还好被我们拿下了。机甲，刚才我都要紧张死了，幸好秦总司令冷静，一剑就斩杀了利维坦巨兽。我们很快就能多掌握一项超级科技了。末世才刚开始，多掌握一种核心技术，我们应对危险的底气就多一分。孙老肯定要乐坏了，这可是活生生的空间能力样本。联系孙老，让科研团队做好准备，尽快破解空间能力的秘密。是，我这就联系。秦总司令，利维坦尸体回收完毕，是否允许前往火星组方舟？同意。秦总，祝融号受损严重，是否返回营地维修？让12组5号分2组行动，一组护送祝融机甲和木星号回营地，另一组分散，保持警戒。深海之中可能还隐藏着其他未知巨兽，我们想要在海洋纪元活下去，绝不能掉以轻心。这枚是从利维坦口腔中采集的骨骼，是一种四维空间物质，就是它让利维坦的吞噬过程产生了空间漩涡。这块骨头能稳定生成微型空间通道，吞噬的物体都会被暂时储存在异次元，这就是它能吞下整艘方舟的原因。能复刻这种能力吗？这种骨头一共有4块，可以给4台机甲装配空间能力。目前已经初步破解2种使用方式，一种是空间传送，每次传送最大距离约1万公里，但能耗极大，只有皇帝号能支撑这个消耗。还有一种呢？另一种使用方式是瞬移，距离1秒后瞬间抵达方圆5000米内任意位置。虽然距离不是很远，但用在战斗中可以起到出其不意的效果。好，有了这2个能力，皇帝机甲的威力将更上一层楼。先测试瞬移功能。成功了！瞬移效果稳定，移动误差低于1米。
有了这能力，以后战场激斗再也不用担心被牵制了。测试空间传送，目标北极点。哇，是冰川！我们真的来到了北极。从太平洋到北极，接近1万公里的距离，瞬间抵达，这就是空间技术的魅力。等等，你们看，那是什么？这是毛熊国的方舟，好像是被巨兽撕碎的，而且冰层这么厚，不像是正常气温造成的。北极也有未知巨兽，而且拥有擅长冰冻的能力。苏娜，调取卫星监控录像，看看这里之间发生了什么。文秋，我们这次的传送数据怎么样？已调取卫星数据，正在分析冰川近期动态。数据无异常，传送精确度在1公里内，只是2次传送之间要冷却20分钟。北极的温度低到零下几10度，竟然还要冷却这么久。能一次性传送半个星球的距离，消耗100吨黑子水晶矿，冷却20分钟，已经算很快了。如果继续开发利维坦的头骨能力，说不定有一天能直接传送去月球。理论上真有可能。末世打破了很多科技局限，以前不敢想的，现在都有实现的可能。是毛熊国的方舟。看冰层下面。这是什么怪物？毛熊国的方舟，在他手里跟玩具似的，这破坏力也太恐怖了。水中出现巨兽还能理解，陆地上这么大的怪物，它的骨骼密度恐怕比皇帝机甲还要强得多。这就是袭击毛熊国的怪兽，力量和冰冻双属性，简直是完美的战争机器。虽然，但是这巨兽看起来好萌啊！金总司令，毛熊国方舟请求紧急视频连线。接通。前方，救救我们！我们在冰川底下发现了重要资源，愿意全部分享给龙国。先说说怪兽的能力是什么？是冰冻，还有巨力。它的冰冻能力只有近身接触才会触发，巨力你们已经看到了，我们的方舟根本扛不住它的撞击。将军，不好了！怪兽正在对我们释放冰冻，我们要被冻住了！慢了，前锋，快救我们！再晚就来不及了！我的腿！这怪兽竟然把方舟当食物吃，也太离谱了。难怪它的骨骼能支撑它这么大的重量，原来是吃金属长大的。空间传送还有7分钟冷却，做好战斗准备。这只怪兽的敏捷性远超利维坦，近身缠斗对我们不利。它的力量也不容小觑，毛熊国的方舟跟纸糊的一样。你们看他的眼神，好像在挑衅我们。唤醒右手巨剑，准备战斗。不好，他在冰冻健身。起剑，后撤。我的天，这牙口也太好了吧！皇帝号右手武器巨剑的材质是低温镍钢，能承受零下196度低温，竟然那么轻易被冻碎。
这怪兽的冰冻温度至少在零下200度以下。难怪毛熊国的人瞬间被冻成冰雕，这温度太恐怖了。我们的机甲虽然抗冻，但长时间接触肯定扛不住，而且巨剑还被他抢走了。距离下次传送还有8分钟，而且传送需要1分钟蓄力，他不会给我们这个机会。林晚秋，准备启动离子吐息炮，维持最大功率蓄力。等我下一步指令。收到，离子吐息炮已开启。苏娜，开启瞬移蓄力，目标位置怪兽身后100米，先不要释放，等我下一步指令。收到。蓄力完毕，离子吐息蓄力完毕。瞬移。开炮！太好了！成功了，我们真的干掉他了！别大意，先确认怪兽生命体征。生命体征消失，确认击杀。好秦总司令，已调取太空卫星拍摄的北极冰川24小时监控录像，是否现在播放？调重点播放。这怪兽好像是在冬眠，被毛熊的人从冰下惊扰出来，所以才发怒的。不，它能制造零下200度低温，本就适应极寒环境，根本不需要冬眠。大概率是在守护冰川下的东西。你是说，贝斯哥斯拉守护的黑紫水晶矿？之前毛熊国的人不是说过，他们在冰川下发现了什么？很有可能就是黑紫水晶矿。秦总，我们要不要去探查一下？末世有太多不确定性，万一这里还有其他怪兽，只有皇帝机甲，恐怕独木难支。空间传送冷却好了没有？空间传送冷却完毕。秦总，我们要回去吗？准备传送吧。这次猎杀这只巨兽，我们收获已经很多，剩下的以后再来探索。秦总司令，炎帝号请求视频连线。接通。秦风，你们在北极冰川的战斗画面，我们已经看过。你现在是我们的末日战备总司令，身上肩负着14亿人的生存希望，孤身冒险，太任性了。林老，刚才是意外，空间传送冷却未结束，我们只能临场应对。情况紧急，我们必须立刻行动。好了，老林，秦风他们也是为了实验空间传送能力，谁能想到刚好遇上那只冰猩猩。秦风，我已经安排了2艘木星号方舟过去了，你可得把那只冰猩猩给我准备好了。辛苦孙老，怪兽尸体保存完好，随时可以移交科研团队。不辛苦，一把年纪还能研究这么多新奇玩意儿，我高兴还来不及。不说了，我得去安排实验室，争取早日破解冰冻奥秘。我也不说了。总之，以后你在冒险之前多考虑一下自己身份。我记得了，谢谢林老关心。可恶的龙国人，明明有能力杀死冰霜巨兽，却对我们的人见死不救。幸好我们提前做救生艇离开方舟，才逃过一劫。不过现在我们的10艘方舟全毁了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
有了，这巨兽血液里蕴含着超强的冰冻能量，我们把它带去日不落联盟。只要能联合日不落联盟研究出冰冻武器，到时候别说龙国，整个海洋纪元都得听我们的。对，龙国能靠怪兽变强，我们也可以。进入海洋纪元已经3个月了，地壳运动基本结束。我提议开放地下星城，各位都有什么看法？我同意。青龙组方舟物资仅够支撑半月，再不调整，必生骚乱。方舟本就是作为应对海洋灾难的过渡载具，长期居住很容易令人压抑。我们玄武组的方舟里已经有人开始出现心理问题。我不同意。一个地下城要住200万人，现在末世才3个月，万一再发生地震，一旦出事，损失不可估量。可如果坐视物资耗尽，将来引发的动乱，损失未必比自然灾害小。我不同意。现在开始听我的，为时过早呀！听我的。大家都安静，先听听秦风的完整计划。各位，开放地下星城刻不容缓，但地壳运动的问题也不能不考虑，所以我决定进行机械陆地计划。我星88号科研方舟已突破深海之处的金属变形能耗瓶颈，黑子水晶矿的能量足以支撑改造所有方舟，1万艘4神兽号可合成500个机械陆地，正好覆盖所有地下星城。用方舟改造成陆地，下方对应地下新城，既解除了抗震和资源不足的问题，又延续了方舟机动性的防御优势。而且方舟自带武器系统，遇到怪兽也能直接反击，比单纯的地下新城安全多了。这个想法妙啊！是啊，妙啊，真妙啊，真妙啊！改造后的机械陆地内部保持方舟生存空间，上层则是模拟真实陆地环境，百姓们可以通过各种生产劳动获得积分，凭积分享受在机械陆地上的生活时间。我同意机械陆地计划。我也同意。我也同意。0001号机械陆地，准备变形对接。青龙1号变形完毕，青龙2号已完成对接，青龙3号完成对接。生态5号方舟对接完成。报告秦总司令，001号机械陆地第1部分对接完毕。很好，关闭推进设备，机械陆地原地待命。是。猫兄统领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你也看到了，我现在连方舟都没有，所以投靠你们日不落联盟，用一种特殊的东西换你们1艘方舟的指挥权。什么东西？一种能轻易毁灭方舟的生物的血液。
里面很可能蕴含超自然能力。希望你说的都是真的，否则后果你清楚。这就是你说的宝贝？监测到超强未知能量波动，这血液好像能影响温度。是冰冻能力，而且强度远超现在任何制冷技术。这才只是一份血液，如果是活生生的生物，不知道该有多强大。难怪能破坏方舟，你们从哪里弄来的血液？这是冰霜巨兽的血，那怪兽能释放零下200多度低温，连龙国机甲都差点栽在他们手里。龙国？没错，龙国现在拥有变形机甲、瞬移和10亿当量离子炮。这只冰霜巨兽就是被龙国的皇帝机甲杀死的。龙国都是黄种人，跟我们早晚会有一场竞争。咱们只有联手研究出冰冻武器，才有反制龙国的机会。我会安排所有科研团队全力配合你，必须在龙国之前突破这项技术。终于不用挤在方舟里了。这机械陆地跟真的陆地城市完全没两样，还可以晒太阳，真是太舒服了。虽然皇帝号方舟内部空间比其他方舟要大，但是跟真正的天空比起来，还是完全没得比。秦风，我们破解冰霜巨兽的制冷原理了。孙老，快说说具体情况。它是靠熊掌释放高压气体，通过膨胀吸热实现制冷。这种技术我们称为气泡原理。之前只能做到零下50度，现在直接突破到零下260度。零下260度啊！比液氮还低70多度。这种超低温下，不少材料能实现超导状态，对能源传输和武器升级帮助太大了。没错，而且老式体钢几乎没有材料能抵御这种低温，以后绝对会是我们机甲配置上的大杀器。傲视体钢，这种钢能量产吗？秦总，我们保温杯用的304不锈钢就是傲视体钢，这种不锈钢早就量产了，至少给皇帝机甲和12府5号换装没问题。之前造方舟的时候，我们没考虑到会有零下200度这样极端的低温，我正就安排人去给机甲们换装。秦风，还有一个事儿，我想和你单人谈谈。秦风，你有没有发现，这几个月我们击杀的巨兽，哥斯拉、利维坦、冰霜巨兽，每种都只有1只。我也注意到了，而且除了我们击杀的这几个巨兽，还发现了其他一些巨兽，也都是独苗。可这能代表什么？正常生态中，不可能一处水源里只有1条鱼。如果只有1条鱼，那几乎100%是有人豢养的。如果这些巨兽都是被豢养的，那我们人类算什么？难道这个世界真的有观测者存在？进。秦总，发现有间谍活动，有百姓借着联系亲友的名义，向外传递我们机械陆地的建设数据。公元2003年10月7日，海洋纪元4月15日。看，那就是秦风伯伯的皇帝机甲，是他保护我们在末世里安稳生活的。向秦风伯伯敬礼。今天是公元里10月1日，也是咱们龙国的国庆日。这一年来，我们龙国历经了海洋末世的考验，
秦总，最近申请跨境联系亲友的百姓数量激增，其中部分人的通讯内容存在异常。具体有什么问题？有些人不只是简单问候，还频繁提及机械陆地的建设进度、机甲部署位置，甚至还有人询问我们的黑子水晶矿储备情况。恰逢节日，不让联系确实有点不近人情。以我们的监控系统，应该可以做到全程监控吧？可以，而且与国外联系的都是普通人，平时也没有表现出恨国和不满的迹象。所以我来请示秦总，是否抓捕这些人？只有千日捉贼，没有千日防贼。现在除了我们龙国，就只剩下日不落联盟。既然他们贼心不死，那就趁着机会灭了他们。龙国竟然已经建成了机械陆地，跟魔石前的生活基本没两样，甚至比我们以前过得还好。要不我们申请加入龙国，跟着他们总比在方舟里急着强。放屁！龙国最排外，我们过去只能给他们当奴隶。没错，龙国把方舟融合成机械陆地，海底探索的力量必然削弱。只要我们能抓住机会，说不定有机会反超他们。统领阁下，刚刚收到情报，龙国发现一处史前文明遗址，就在我们附近海域。这个位置离我们只有300海里，我们现在就行动，绝对能抢在龙国前头拿下史前遗迹。龙国有空间穿梭，咱们再快能快得过他们？哈哈哈哈！你们还不知道吧？龙国高层已经限制清风冒险，连带着皇帝机甲也已经许久没出动了。他们的方舟要用来融合机械陆地，海底探索的力量薄弱，这是我们截胡的最佳时机。可万一皇帝机甲突然出现怎么办？富贵险中求，是啊，就算清风赶来，我们8艘方舟还干不过他1台皇帝机甲。统领阁下，未检测到任何能量异常，这里根本没有资源。不可能！你们是不是把坐标搞错了？怎么可能？坐标显示就是这里。坐标没错，就是星系错了。难道是龙国？真的是龙国搞的鬼！立即接通清风，我要问问他，把我们引来这里想干什么？龙国，你们想干什么？我们日不落联盟只有8艘方舟，难道你们还是容不下我们吗？我还想问你们想干什么？窃取我国机械陆地和机甲分布信息，你们到底是何居心？那都是民间的私人行为，我从来没有下达过偷窥龙国信息的命令。龙国实力强盛，我们怎么敢与你们为敌？如果龙国愿意接纳我们愿意加入龙国，为机械陆地建设出力。秦总司令，你看怎么样？我看不怎么样。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我可不敢接纳你。清风，是你不给我们活路，那就别怪我们鱼死网破了。匕首炮，准备攻击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没想到吧？我们仅凭一点举手血，就复刻出了匕首炮。零下260度的超低温，就算是龙国的机甲也扛不住。只要清风死了，龙国群龙无首，机械陆地和所有资源都是我们的。所有龙国人都去死吧！数据显示，皇帝机甲韧性无变化，整体温度下降5度，对性能无影响。就这点手段，太让人失望了。还是尝尝我们龙国的科技吧。
秦风，你想灭了我们，那就偷拐月季吧！快，趁机冲出去！那是什么？不好，方舟要掉下去了！秦总司令，帝江号左臂受损，武器系统失灵。扣马号能量核心波动异常，无法继续作战。12组5号均受创严重，暂时失去战斗能力。皇帝号核心部件完好，可正常作战。他们最后一艘方舟去哪儿了？不知道，信号在前方1海里外消失了。斩草要除根，追上去！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秦总，对方的信号就是在这里消失的。他们肯定是进入蓝色空间了。回这区域太危险，12组5号已失去战力，只剩我们1艘机甲，不能贸然闯入。这个地方明显不一般，下面很可能藏着大机缘。如果让日不落联盟抢到先机，我们之前的优势很可能荡然无存。可你是我们的总司令，不能以身冒险。龙国的末日战备总司令，从不是躲在后方的懦夫，而是带领全体龙国人前进的领头羊。今天我必须进去，你们谁害怕可以留下来。我不怕，跟着秦总，就算死也值了。事实已经无数次证明秦总是对的，我们信你。这么神秘的地方，不进去看看太可惜了。我也去。好吧，但必须先跟炎帝号告知情况，否则进去以后可能就联系不到外面了。可以，把我们的坐标和这里的情况发给炎帝号。是。哥斯拉、利维坦巨兽，竟然全是怪兽的石像。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？之前我们遇到的那些怪兽，不会都是从这里孵化出去的吧？这2个字，难道这里真的是龙宫？等一下，先别进去。前方宫殿内有强烈能量波动，皇帝号正在解析。解析完毕，是空间能量波动，而且这里的波动比利维坦巨兽头骨强hơn10万倍。什么？10万倍？一颗利维坦巨兽的头骨就能让我们传送上万公里，10万倍岂不是轻而易举就能传送到太阳？这里太危险，真的不能再进去了。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。咱们龙国人什么时候怕死、怕过危险？要不秦总把指挥权交给我，你先撤离。来不及了，日不落联盟的方舟大概率已经进入宫殿，我死了，还有其他人可以当总司令。但如果被对方抢到更强的空间技术，或许全龙国都会因此而覆灭。皇帝机甲，全速前进，绝不能让日不落的人抢占先机。不好，是激光攻击，我们被偷袭了。没想到吧，我们也发现了黑子水晶的妙用，这一炮足足1亿 TNT 当量，在场的机甲也挡不住。等修好皇帝机甲，换上我们的操作程序，龙国其他机甲将完全不是我们对手，以后世界就是我们的了。
不可能！皇帝记下的智慧藏在胸口处，刚刚明明已经被击穿了，为什么他还能站起来？该死的龙国，肯定是故意曝光了一个假的智慧藏位置，可恶啊！狮子搏兔，尚需全力，何况早就知道有间谍给你们提供信息。哼哼，这些笨蛋，该不会以为我们的方舟变成机甲形态后就无法再变动了吧？巨舰已经准备完毕，是否立即攻击？攻击，干掉他们！快连接皇帝啊！我们愿意交出所有研究数据，求龙国留我们一条活路。皇帝好，不接受我们的连线。刚刚差一点就完蛋了，上帝都在帮我们。龙国，你们给我等着！今天没杀死我们，早晚有一天我会回来报仇的。可惜已经没机会，准备启动冰河末世。收到，冰河末世装置已启动。完了，龙国也有冰冻科技，而且比我们还强。全速前进，绝对不能被冰追上！秦总，所有逃生艇全部控制完毕，启动制热功能，解除冰河末世。收到。是炎帝号，林老他们来了。秦风，你又只身犯险，若不是苏娜提前发了消息，我们都不知道你闯入了这么危险的地方。原来龙宫的传说竟然是真的，你们是怎么找到这里的？林老，算了，现在不是问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全歼敌人，现在正准备探索这座龙宫大殿。秦总，林老，你们快看，那有一块石碑，上面有字。秦总，石碑内容正在解析，是关于龙宫和人族的起源。上古人族以灵石踏地雕兽异能，纵横寰宇，与天神族和地鬼族并列上三族，受外族朝拜。6世节前，神鬼2族联合偷袭人族，人族落败，逃至此境。四海龙宫乃上古人族留下的遗迹，以灵石驱动，镇压108种妖兽，供后世人族驱使异能。另有传送阵位于四海龙宫正中，每129600人开启一次。每次传送阵启动，既是我们人族杀回去夺回家园的机会，也是敌人传送过来灭绝我们的时机。前面60次大劫，我们人族都失败了，而距离下一次大劫只剩下最后11年。原来之前频繁的地壳运动就是祭坛开始运转的征兆，129600年才一次的几率竟然被我们碰上了。这一次我们能赢吗？各位，海洋末世我们都扛过来了，还有什么好怕的？大不了再经历一次末世罢了。而且这次我们走的路跟过去都不一样，虽然我们没有人族的法术，但我们有机甲，有离子炮，还有空间技术，未必会比上古人族弱。秦风说的对，这一次我们走的是科学道路，而科学的伟大之处在于普通人不用修炼，也可以拥有操作离子能量炮这种大威力武器。要我们有足够的资源，一定有机会
战胜天神族和地鬼族。秦总，下命令吧！你说怎么干，我们都听你的。是啊，秦总下命令吧。你的决定从来没出过错，我们都相信你。我建议做2手准备：第一，发展科幻天庭计划，全力升级机甲、武器和能源系统，打造星际作战能力；第二，启动人族转移计划，以龙宫技术为基础，研发星际传送阵，并寻找其他可供我们生存的星球，做到进可攻，退可守。现在整个星球都是我们的，11年时间，我们有信心完成这2项计划。有了龙宫的技术底蕴，我们的科研速度能提升10倍。14亿人，众志成城。这一次，我们人族必胜！